在8月20日所举行的架构日上，英特尔的多位架构师为玩家们介绍了2种全新的 X86 内核，其中包括12代酷睿 Alder Lake 以及最新的英特尔 ALC 高性能显卡。当然，其也有面向于数据中心的下代至强处理器 Sapphire Rapids 和高性能计算卡 Ponte Vecchio， 而这些都将获得无与伦比的性能提升。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，就跟着超级课来看看吧。其实较早之前，英特尔就为大家简单透露了12代酷睿以及英特尔 ALC 高性能显卡的部分规格。除了性能将有望获得大幅提升以外，其还会引入多种全新的技术，例如 DDR5、PCIe 5.0 以及光线追踪等等。而在此次的架构日上，英特尔不仅全面介绍了这些技术，并且预告了实际的性能表现。具体来看，12代酷睿将会基于首款性能混合架构 Alder Lake 打造，采用英特尔7制程工艺，并集成最新的 X86 内核设计。而关于混合架构的核心名称，英特尔也给出了正式命名。其中主导性能发挥的性能核采用了 Golden Cove 架构，拥有更宽、更深、更智能的架构属性。同时，其还搭载了高级矩形扩展 AMX 和内置下一代 AR 加速等技术。除此之外，英特尔还表示 ，Golden Cove 性能核也是英特尔有史以来架构性能最强的 CPU 内核。相比目前的11代酷睿 Cypress Cove， 实现了工作负载平均约 19% 的改进。而侧重能效表现的能效核使用了 Grace Mount 架构，其拥有5000个条目的分支目标缓存区，支持 64KB 指令缓存、AVX 指令集以及虚拟化技术重定向保护等功能。而 Grace Mount 的单线程性能相比第6代的微架构 Skylake 实现了 40% 的性能提升。另外，如果要与运行4线程的2个 Skylake 内核相比，4个 Grace Mount 能效核提供的吞吐量性能将会提升 80%， 同时功耗也更低。换句话而言，如果要提供相同的吞吐量性能，那么 Grace Mount 的功耗将会降低 80%， 可谓是效能核不弱，小核不小。而得益于 X86 内核的出色表现， Alder Lake 架构下的12代酷睿旗舰款 i9-12900K 将会由8个 Golden Cove 性能核外加8个 Grace Mount 能效核组成，也就是最终规格为16核心24线程设计。除此之外，其还设计了3种独立的内部总线，分别为计算内部总线、I/O 内部总线和内存结构。其中计算内部总线可支持高达1000Gbps， 并且有高动态频率范围，可根据总线结构复杂而进行时延的带宽优化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哪里需要我就要到哪里去。而为了使性能核和能效核与操作系统无缝协作，英特尔还开发了一种改进的调度技术，称之为英特尔硬件线程调度器，其可实现内核状态和线程指令混合比的低级遥测，让操作系统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将合适的线程放置在合适的内核上，并且其还具有动态性和自适应性。而要想完美的实现此功能，目前英特尔也与微软达成了合作，预计将会在 Windows 11上发挥出极佳的性能。至于其他方面，12代酷睿 Alder Lake 还将使用 LGA 1070插槽，支持 PCIe 5.0x16带宽、PCIe 4.0x4带宽，以及 DDR5 内存、雷电4和 WiFi 6E 等功能，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。而这些升级无一不在证明着12代酷睿 Alder Lake 将会成为英特尔有史以来拥有最强性能的 CPU。然后是关于英特尔 ALC 高性能显卡，从目前所公布的架构消息来看，其将会基于全新的独立显卡微架构 Xe-HPG 打造，并采用台积电的 N6制程工艺，而目前供给包括了 Alchemist、Battlemage、Celestial 和 Droid 等4种型号的 SoC。其中 Alchemist 的 Xe 内核将拥有16个矢量引擎、16个矩阵引擎 XMX， 支持高速缓存和共享内部显存，以及专为 D-12 Ultimate 设计的8个具有固定功能的渲染切片。除此之外，其还通过架构、逻辑设计、电路设计、制程工艺技术和软件优化，实现了相比 Xe-LP 微架构 1.5 倍的频率提升和1.5倍的每瓦性能提升。然而更让人惊喜的是 Xe-HPG 还将支持 D-2 和 Vulkan Ray Tracing 新型光线追踪技术，通过配套的 XMX AI 加速超取样 XeSS 可实现在高画质下获得2倍的性能提升。与此同时，英特尔也表示，凭借 XeSS， 那些只能在低画质设置或者低分辨率下玩的游戏，也能在更高画质设置和分辨率下顺利运行，而这一点也是玩家们最想拥有的。至于其他方面，英特尔 ALC 高性能显卡的首批相关产品将于2022年 Q1 季度上市，个人预计性能会比肩 RTX 3070。
接着是英特尔的下代至强处理器 Sapphire Rapids， 它同样是基于英特尔7制程工艺打造，采用 EMIP 封装技术，但结合了全新的性能核和加速器引擎，支持加速器接口架构指令集、高级矩阵扩展和数据流加速器等多种技术，为下一代数据中心处理器树立了新的标准。最后是基于 Xe HPG 架构的高性能计算卡 Ponte-vQ。它是英特尔迄今为止最复杂的 SoC， 制造难度堪比登月。具体原因在于它采用了多种先进的半导体制程工艺、变革性的 EMIP 技术以及 Foros 3D 封装技术，共计包含了1000亿个晶体管。而根据英特尔所展示的早期性能来看，在主流的 AI 基准测试上，其创造了推理和训练吞吐量的行业纪录。同时 ，A0 芯片性能提供了高于 45T 浮点的 FP32 吞吐量，高于5Tbps 的内存结构带宽，以及高于2Tbps 的连接带宽。而从英特尔分享的演示视频来看， ResNet 的推理性能超过43000张图像每秒 ，ResNet 训练性能超过了3400张图像每秒，完全处于世界顶尖水准。当然，除了这些以外，英特尔在架构日上还公布了全新的可编程的网络设备 IPU 以及 One API 工具包，但这些大多都是面向于企业级工作站领域，与我们游戏玩家的关系并不大，所以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但看得出来，自从帕特基辛格担任新的 CEO 以来，英特尔可谓是一路高歌猛进，从公布 IDM 2.0 计划到改变制程命名方式，再到如今的全新架构，无一不在说明那个最为熟悉的英特尔它已经回来了。但在当下，光有 PPT 可不行，实力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。所以各位 Skur 们，对于英特尔的回归，大家是有何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上留言哦。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，记得关注超级课。我是李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